6月，蝉响渐收，暑气渐凉。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魏无羡拖着长衣念道，盘腿坐在案前，撅着嘴把发梢夹在鼻子下面，左手翻书，右手拎笔。坐在他对面的蓝忘机稳如钟罩，抬眼看看他，继续誊写经文。魏无羡发现了蓝忘机偷看自己，装作不知道的翻了翻阅超越多的雅正集，清清嗓子，语气逐渐悲凉起来。啊，终日不成章，涕泣零如雨，专心。蓝忘机沉着而不失威严的声音从斜上方传来。魏无羡仰起脸看他，我很专心啊。蓝忘机深呼吸了一下，你所念并非雅正集中的内容，何来专心？的确不是雅正集里的，不过你不觉得刚刚那句诗简直就是在说我吗？魏无羡往前一凑，趴在了桌上，发梢随着鲜艳的红绫飘落到肩头，撩动了蓝忘机的余光。终日不成章，涕泣零如雨，多惨啊，这就是我呀。魏无羡指节敲桌，苦着脸道，我就是那织女，屋外的大好时节就是那牛郎，蓝老头就是那不讲情面的王母娘娘，这真是好狠的心呐。蓝忘机看他趴在自己面前捶胸顿足，默默不语。魏无羡打滚打够了，捏眼瞅瞅蓝忘机，你看我干嘛？蓝忘机的目光像是被这句话烫着了，忙不迭地跳到书本上。你是不是想问，蓝老头是王母娘娘的话，你是什么？魏无羡学着说书先生抖包袱的样子，托腮笑道。蓝忘机沉默了一会儿，启唇道，不想。啊哈，我就知道你不想，不过你不想，我也要告诉你。魏无羡打了个响指，你当然是那根玉簪子变成的银河了，忠于职守，不动如山，你想想看，连颜色都那么像，无聊。蓝忘机悻悻地垂下眼帘。魏无羡对他这个样子早就见多不怪了，如今甚至还能从蓝忘机无数次的无聊中分辨出不同的情绪和心思，竟凭空多了几分趣味。蓝忘机的坐姿很好看，乌发如垂柳浮在脸侧，洁白胜雪的衣袍和广袖在他身后延展，柔软安静，谪仙一般，与兰氏藏书阁的典雅气质颇为相称。魏无羡好几次都觉得，那些隐居山中的世外高人平时在自家山洞里八成也是这种坐姿。他撑着脑袋，端详着就连不高兴甩脸子都这么好看的人儿，嘴角控制不住的扬起。哀兰战，我们这些听学的子弟要到中秋才走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七夕我们要在云深不知处一起过了。蓝忘机抬起结语，丢给他一个那又怎样的眼神。七夕节那天放假吗？我们莲花坞每年都放的，任我们撒了欢地随便玩。魏无羡激动地问，怎么样蓝战，要是放假的话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吧。姑苏这里的景致和云梦那边不一样，我一直想抽一天好好转转的。蓝忘机端坐如初，肩平背直，没有理他。别不理人嘛，蓝二公子。魏无羡伸出食指，扒了扒蓝忘机正在誊抄的书册，云深不知处难道不放假？就算不放假，那七夕节那天男修女修总可以说话了吧？你们家规定不许惊扰女修，还跨山越海地把他们隔开，我来这儿2个月了，连个小姐姐的影子都瞧不见。你说，万一七夕那天有人想跟心仪的姑娘表明心意，或者求姻缘什么的，难道还要偷偷摸摸的？蓝忘机把书往自己这边挪了半寸，躲开魏无羡的手指。你想？魏无羡乐了，怎么？如果我说我想，忘机兄肯帮我？蓝忘机抿了抿嘴，不帮。你看，说你是银河你还不乐意，我要是有喜欢的姑娘，哪还用得着等到七夕节呀？魏无羡歪在桌上慵懒地笑了半晌，忽然心头一动，舔舔嘴唇道，话说蓝战，你有心仪的姑娘吗？啪的一声，蓝忘机撂下笔，吓得魏无羡一激灵。坐好。蓝忘机琉璃色的眼睛凶巴巴地看着他。我马上坐好，马上坐好。魏无羡佯装乖巧地坐直身子，一对滴溜溜的黑眼珠却一直观察着蓝忘机的神色。观察了片刻，直到蓝忘机重新调整呼吸，拿起笔，他才拢着嘴低声道，忘机兄，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你真的有心仪的仙子了？蓝忘机不语，握笔的手微微收紧。你就告诉我嘛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还真好奇哪家的仙子能勾得了你的心。魏无羡饶有兴致地道，
你告诉我，我不仅不乱说，还能帮你早日把人家追到手，如何？或者，你不用我帮，我也可以给你长长眼啊。你成日里只读圣贤书，浑身一点烟火气都没有，看姑娘的眼光还不一定靠谱不靠谱，呜呜呜。说到一半，嘴唇忽然粘在一起分不开了，像被织女细细缝过两匝，连从喉咙里发出点声音都变得艰难。魏无羡急得直抓裤腿，瞪大眼睛用眼神质问蓝忘机，你怎么又禁养我？